我是宋生，这本替身文里的总裁。我有个出国的白月光徐延礼，还有一个白月光替身江婉。剧情俗套又狗血，不过是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他。最后总裁爱上替身，虐完以后又追赴火葬场。觉醒的这一刻，懒得替身文也有自己的燃冬。我躺在床上，脑子里翻江倒海，全是该死的剧情。手机的震动声就没停过，我闭着眼都知道剧情走到了哪一步。一声声不回消息吗？亲昵的趴在我耳边的是江婉，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。她是养的金丝雀。3年前徐延礼出国后，我在 KTV 捡到这个当服务员的小子，他长得有那么几分像徐延礼，我一时兴起，有了一个找替身的念头。现在想想，大概都是这该死剧情演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起这种歹念。江婉很缺钱，在我提出要交易时，他毫不犹豫的同意了。只是他有个要求，就是要当上面那个。我知道他大概是直男，接受不了当零，而我被美色迷了眼，鬼使神差的同意了。这一系列操作，我觉得都是该死的剧情在操控我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当零？我迷茫，我恐慌。见我不动，江婉又往我怀里蹭了蹭，我继续不动，他又不放弃的想上嘴咬我。我一把按住他，好了，别闹。你就这么想我回消息吗？江婉僵住了，乱动的身体停下来，一声不吭的抱着我的腰。这时江婉已经知道是徐延礼发来的消息，徐延礼回国了，要我去接他。而江婉早在别人的嘴里知道了自己是替身，一旦徐延礼回来，他就会被踢出局外。我们不是恋爱关系，只是单纯的交易。他即使不愿意我去，却没有资格阻止我。按照剧情，我应该忽视江婉，义无反顾的奔向徐延礼。但这次我看着江婉的模样，有了心软的感觉。习惯驱使着我的手轻轻抚上她的下巴，就像逗小狗一般挠着她下巴。傻狗，看着我干嘛？难不成还想再来一次？江婉的眼睛瞬间亮了。可以吗？我的手攀上快散架的腰，一脚轻轻踹到她身上。可以你妹！我有点事情，还要出去一趟。江婉不说话了，好心情瞬间灰飞烟灭。我只好抱着她哄道：乖乖，出去一趟就回来。没事的。生生，你会回来的吧？会的。好，我相信生生。是的，在知道所有剧情后，我还是去见了徐延礼。不为别的，只因他真的是我年少时的白月光。我俩有真心相缘过，也有过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。但这一切并不是一次觉醒就撞击的。深夜的机场清冷无比，我一眼就锁定了人群中的徐延礼。比起江婉带着一丝攻击性的长相，徐延礼的长相更加柔和，这是他们唯一不像的地方。他笑得灿烂，似捋着手臂：生哥，我在这。我上前习惯性的替他来过行李箱。好久不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次我的内心毫无波动，没有李逢的喜悦，也没有见到白月光时的悸动。都怪该死的江婉，偏偏要在我出门时来上那么一句：等你回来。我们再来一次。此刻我的脑子里全是颜色废料。生哥，谢谢你来接我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徐延不替声细语，带着一丝细微的撤骄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时的徐延礼已经后悔和我分手，想要和我复合。在没了对白月光的那种激动后，我的态度也变得比以前冷淡。没事，你的家离这太远，不好打车，我能理解，我叫了赵叔送你回家。我还有事要先走一步。徐延礼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小手轻轻拉着我的衣袖：生哥，你是要去加班吗？不能陪我回家吗？我不动声色的将他的手放开。不是，家里有人等我，要先回去。家里确实有人等我，只是他还没有正式成为我男朋友，我也不好说是谁。我交代好司机赵叔，务必安全送徐延礼到家后，
自己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江雀的住处。幸好他家离机场不远，开门的这一刻，江晚有点意外。他大概觉得我今晚不会回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亲昵的接着他的胳膊，嘴巴忍不住的凑上去逗弄他的喉结，语气是我也难以察觉的撒娇。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？怎么现在不认账了？江晚单手搂过我的腰，顺手将门关上，他将头埋进我的脖颈，大半的气息全洒进我的脖子处，带着温柔，撩拨的人耳根发痒。谁知道呢？可能被某狐狸精迷住了，把我忘了呢。他的言语带着浓浓的醋意，怕是整个房间都能闻到。我有心想逗弄他，怎么？你知道我去接徐延礼了？怕我和他旧情？那你说我们聚什么关系？他又把问题抛给了我，他在害怕，害怕给出的答案是痴心妄想。江晚早就爱上了我，这点不是我自恋，是事实。不管有没有觉醒，我风觉到了，只是我更想听见他对我说。我走向前，将两人的距离拉近。你想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是什么关系。话音刚落，江晚正想回答，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打断了他的话。我示意江晚等会儿，不耐的接起电话。徐延礼哭哭啼啼，柔弱的声音响起：生哥，我家出事了，你能来帮帮吗？一出什么事了？徐延礼慌张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：有人闯进我家，说我爸欠了他们钱不还，要将我们带走。我转过头看向江晚，他的嘴型明显在说去吧。如果忽视他满眼的醋意，我还真以为他毫不在意呢。我回过神，淡淡说了替，等我，马上来。挂完电话，看着他那明明不愿意我去，却又装作一副大方冲势的模样，简直惹人怜爱。江晚坐在沙发上，我向前跨坐在他双腿上，在他耳边压低声音，吐息撩拨抚弄着耳垂。我先走了，他那边有点事情要处理。你走啊，我又没拦着你。他扶着我的腰，这个姿势导致我们距离极近。陪我去吧，我不想开车。江晚一愣，扶着我腰的手力道又重了几分。你要我陪你去？我挑眉，当然，难不成你放心，我一个人？江晚立马站起身，拿起外套披上，生怕我会反悔。愣着干嘛？赶紧走呀，处理完了咱们好回家睡觉。他现在的模样像极了正宫娘娘去小妾面前耀武扬威的样子，自己的人当然宠着。徐延礼的家在市里亦有名的别墅区，他们家公司规模不大，却也过得去，不至于有在外面欠债还不上的道理。他家门前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庭院里站着4位满脸横肉的壮汉。这一看我就打不过。徐延礼看见我就仿佛看见了救星，直接扑向我的怀里，水雾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。生哥，你来了。我好害怕，我默默的将他从身上扯开，轻轻瞟了一眼早就黑了脸的江晚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热情洋溢带着攻击性的小狼狗。一站好，说正事。徐延礼没想到我的态度会如此冷淡，直到他看见站在我身边的江晚，脸色瞬间惨白。他咬着唇，那副我见犹怜的脸像是受到极大的伤害。生哥，他是谁？为什么他会在你身边？他一副质问负心汉的样子让我有些不悦。都是正常分手，就不允许我重新找一个？我正要回答他，旁边的江晚先一步开口。你好，我是江晚，生哥的人。他一句生哥的人直接击中徐延礼的要言，他手足无措的张了张嘴，又红着眼眶低下头，声音颤抖。原来已经有新的人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其实和江晚忙了一晚上，现在的我挺累的，很想回家睡觉。快说说什么情况吧。我拉着江晚走进了徐家，徐父正跪在一人面前，求他们再宽恕几日。我这才了解到，徐延礼的父亲在他出国后染上了赌博，之前输的钱都拆西墙补东墙的还上了，只是赌徒永远都不满足现状，他想把之前输的赚回来，没想到一配肩翻倒，倾家荡产，而且还欠下1000多万的高利贷。
见我进来，徐父立马拉住我的裤脚，声泪俱下：“小生，你和小李关系那么好，你一定不会不管我们的，对吧？你救救我吧，救救我们徐家！我这人平生最恨的就是赌徒。不过从小和徐延礼一起长大的我，即使分手了，也还是有青梅竹马的情谊在。姨这套房子应该值2000多万，卖掉不是刚好还债吗？甚至还有多余。”徐父愧疚的低下头，小声嘀咕：“这套房子已经抵押出去了，马上就要被收走了。”一旁的徐延礼气冲冲的拎起徐父的衣领，吼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去赌？家里的钱还不许你花吗？非要把这个家拆散了，你才肯罢休吗？你叫我回国就是帮你还债是吗？我扶着有点头疼。我记得明明应该没有这一趴的，让我想想。按照剧情，我应该去机场接徐延礼，然后回到的是我自己的别墅。一夜缠绵后，因为将晚，我觉得对不起徐延礼，所以给他了一张好几千万的卡，让他自己随便花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徐延礼拿着我的钱填补了家里的坑，才没有发生这一幕。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，回国的徐延礼没有去到我的别墅，而是回了自己家，才碰上上门催债的人。这次我可以帮你们，但是是借而不是给，毕竟我是一个生意人，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公盖知道这笔钱徐英随不上，但我还是想拉他们一把，只是如果我像个冤种一样免费帮助他们，我怕徐延礼误会，误朝们还有复合的可能性，也怕江晚伤心，怕他以为我里还有徐延礼。我拿起手机联系了我的助理，真的心疼他，大半夜还要给我处理资金问题，下次一定和他涨工资。我已经联系好助理，钱明早就送到。不过这是最后一次，徐伯父收手吧，别搞得家破人亡。看着满地狼藉的徐家，我叹了一口气，不愿再继续待下去。申哥，等等！还没走出大门的我被徐延礼拉住。还有事吗？他泪眼朦胧的双眸在我口江晚的身上来回审视，嘴唇紧抿，又组织了半天语言。申哥，你还在怪我当年不告而别吗？当年的我原踩了徐延礼，但是他为了出国留学，还是选择和我分手。只要他让我等他回来，我可以等他，但他选择不告而别，根本不和我机会。对于徐延礼这个白月光一样的存在，我还是存着一丝心软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你家出了那么大的变故，还是多照顾一下家里人吧。徐延礼没想到我真的会变心，也没想到我会真的不要他了。他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江晚打断。李哥，都怪我缠着生哥闹了一整晚，他现在可能已经累得不行，要不我先带他回去休息。你们下次再聊。好家伙，这句什么糊弄词？江晚今晚要不就是不说话，一说话直接戳人痛处。那绿茶味终得我心头痒痒，又有点好笑。这是当场宣誓主权了。徐延礼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江晚可不惯着他，立马带我离开了徐家。生哥，你还在怪我当年不辞而别吗？车上，江晚捏着嗓子，阴阳怪气的学着徐延礼说话。我挑眉，戏谑的看着驾驶座上的男人，醋味怎么那么大？我今天对徐延礼的态度给了江晚很大的自信。他阴阳怪气的回总我：怎么？你心疼了？有点吧，毕竟你还是人家的替身呢。看江晚吃醋是我的恶趣味，我有意逗弄他。只见一将急刹，车稳稳停在路边。他解开安全带，向副驾驶靠近。我本能的想往后躲，却发现狭小的空间里，我无路可逃。江晚搂住我的腰，不允许我畏缩，双眸猩红的盯着我。宋生，能不能只有我？他有的，我也有。他不能给你的东西，我也能给你们。你说过的。我想我们是什么关系，就是什么关系。令娥现在告诉你，我想成为你的男朋友，你的老公，你唯一的恋人。别抛下我，我会疯的。狭小的空间里，所有的接触都变得特别微妙。他是我的恋人，我的男朋友，我今后唯一的爱人。
好，我的爱人，我和江婉算是彻底在一起了。这次我们是平等的恋爱关系，不存在任何的交易。因为他的住处离我的公司近，我搬进他家与他同居。江婉比我还小上几岁，情到深处时总喜欢趴在我耳边叫哥哥，让人害臊，更让人心动。想起初见他时，徐元礼刚和我分手，我与几个狐朋狗友在 KTV 买醉，站在一旁当服务员的江婉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眉眼间竟然有几分与徐元礼相似。酒精上头，我迷迷糊糊你气江婉的下巴，小孩，和我做笔交易吗？成为我的情人，我每个月给你100万。江婉脸红的要命，屈辱的扭过头，这位先生，我只是服务员，不做这些交易。200万，做不做？我继续加价。我看见江婉动摇了，他的傲气被我击垮，在金钱的加持下，瞬间败下阵来。我不做下面的那个。好门，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真的很缺钱。江婉无父无母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。孤儿院的院长年纪大了，没有能力承担孩子们的生活。江婉高中读完就辍学了，一直在 KTV 打工赚钱，养着那群孩子们。只是他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负担不了。我的出现给了他希望，他只要放下身段，就能养活他那群洋弟弟妹妹们。成为我的情人后，我让他辞掉工作，给他过户了一套公寓。我偶尔过来找他居住几天，第一次解时，他被我青涩的反应惊讶到了。没办法，我真的第一次做下面的那个。事后，他一副欺负了良家妇女的模样，让我羞愤不已。所以，我给他找了不少的不痛快。但不得不说，他的味道真的很好，甘之若饴，真的让人着迷。后来徐元礼回国，本来的剧情是我开始疏远江婉，亲近徐元礼，直到抛弃江婉，彻底断了联系后，我才发现我已经爱上了江婉。开始追夫火葬场，真的是操蛋的剧情，想想就生气。得知剧情后，我才不会傻傻的跟着原剧情走。既然我爱江婉，那么我就彻底断了以前的一切感情，好好的和他在一起，就像现在一样，两人3餐4季。但是片里的剧情似乎再一次扭转，我和江婉的未来注定不安。时隔1个月，在一次聚会中，我再一次见到了徐元礼。这是我那群狐朋狗友组的酒局，本来想带着江婉一起参加，但想到他不喜欢参加这些酒局，我就没告诉他。只是没想到徐元礼也在场。生哥，好久不见。他拿起酒杯坐到我身边，手有意无意的触碰着我的大腿。我不留痕迹的挪了一步，拿着酒杯和他碰杯。好久不见，家里还好吗？徐元礼苦笑，就那样，我爸大概吸取了教训，戒赌了，开始创业，准备东山再起。我点点头，客气道，挺好的，祝伯父早日成功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可以联系我的助理。徐元礼的笑容有些勉强，脸上的神色带着一丝哀求。生哥，咱俩的关系没必要这么客气。有必要的，我男朋友太爱吃醋了，要是生气了，我难哄。我们真的不可能了吗？徐元不看着我无动于衷，扶长队拉着我手，歇斯底里道，生哥，为什么？他不是我的替身吗？我都回来了，为什么你还在怪我，不能原谅我？我冷淡的拨开他的手，徐元礼，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3年，你别一副我负了你的样子。你别忘了，当时还是你提的分手，他也不是谁的替身。江婉只是江婉，见我们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嚣张跋扈，周围人只好将我们拉开。好了好了，小李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来喝酒。对，咱们生哥自从前2年继承家业后，都没什么时间和我们一起喝酒了。好不容易聚一次，咱们喝个痛快。所有人都在调动着气氛，只是徐元不屈眼神一直直勾勾的盯着我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干完杯中剩下的酒，各位，家里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呀，
好不容易聚一次，我忽视了他们的挽留。门外的微风拂面，吹散了一丝丝醉意。我打开手机，拨打了那个一刻不见就十分思念的人。电话接通后，我的语气连我都没察觉到，带着一丝撒娇。江晚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对面沉默片刻，在哪？在芳华俱乐部。好，那你乖乖等我。挂完电话后，我乖乖坐在门口等着他。只是我没有等到江晚，而是等到身后一击闷棍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从昏迷中醒来，脖子和后脑勺传来剧烈的疼痛。睁开眼，眼前是一片废墟般的烂尾楼。我挪动着手臂想要站起身，却发现手脚早就被绑住。哪个天杀的敢绑架老子？我费力的想要挣开束缚，身后却传来熟悉的声音：别白费力气了，你是逃不掉的。靠，居然是徐延礼。他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，眼里尽是疯狂的神情。他真的是疯了，居然搞绑架这一套。我冷静下来，问道：徐延礼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他晃动着手里的刀，将它贴在我的脸上。刀片太过锋利，在脸上留下一道小小的血痕，带着刺痛。我还能干嘛？生哥，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啊！我真没想到他会如此的疯狂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在一起吗？将我绑架到这烂尾楼，他的双眼因为充血变得异常阴厉。当然不是啦，我的生哥。你再等等，你那个好情人江晚就要来了，等我杀了他，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听到江晚的名字，我双目猩红，对着他吼道：你他妈敢碰他，老子杀了你，和你同归于尽！此时徐延礼已经听不进去任何话，希望那个笨蛋别来。这家伙分明是想要他的命。江晚还是来了，按照徐延礼的要求独自赴约。他风尘仆仆的赶来，脸上有着明显的倦意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，他红了眼眶。然而望向徐延礼的时候，瞳色瞬间冷了下去。徐延礼，按照你的要求，我单独来了，你快放了宋生。徐延礼的刀抵着我的脖子，站住，别过来，要不然我立马杀了他。江晚的脚步立马停住，问道：好，我站住，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来了。你倒免怎么样？他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我想怎么样？我当然想你去死啊！要不是你，生哥爱的人一直是我，都怪你抢走了生哥。江晚，是你不好好珍惜，分手也是你提的，你不能要求宋生3年都在等你。徐延礼根本听不进去，他站起身，用刀指着江晚：不是我的错，是你抢走生哥，如果你没有出现，生哥还是我的，那么我家就不会破产。要不是因为有你在，生哥也不会扔下我不管。另献东西，根本借不了赌，他欠下5000多万，我们家根本还不起。要是生哥还是我的，我也不会过得那么惨。好家伙，这瓢我当成提款机了。哪里是舍不得我，想和我在一起，分明是想和我的钱长相厮守。我趁着徐延礼分神，悄悄的解开绳子，但绳子绑得非常紧，我解开的速度有点慢。徐延礼发现了我的小动作，他只好替我拖住江晚。好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先说你的要求，只要你别伤害宋生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去死。江晚皱了皱眉，这个要求真的强人所难。一徐延礼，杀人偿命。今天你要是杀了我，你也要坐牢，你根本不可能和宋生在一起。咱放下刀，有事好商量。徐延礼早已疯癫，根本听不进去，商量个屁！你要是不去死，那么咱们就同归于尽。说完，他砖头将刀指向我。此时我的手已经解开，正在尝试解开脚上的绳索。徐延礼看见即将脱困的我，下意识的将刀刺向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江晚扑向徐延礼，将他狠狠按在地上，那把水果刀正插在江晚的腹部，血液快速浸透了白色的 T 恤。江晚，我顾不得脚上的绳索，双脚并用的爬到徐延礼身侧。
将他扣在地上不得动弹。江婉倒在一侧，此时徐延礼还在叫嚣着要杀了他。我慌了神，眼泪抑制不住地往外流。江婉，你坚持住。我该怎么办？江婉笑了笑，你别哭，我叫了警察的。果然看见被擒住的徐延礼，暗处的警察立马上前扣住了徐延礼。我这才脱手，手足无措地抱着江婉。江婉，你坚持住，没事的。原来江婉害怕徐延礼有什么过激的反应，只能让警察躲在暗处借机行动。只是他还是受了伤。江婉被抬上了救护车，在手术室足足抢救了5个多小时。我蹲在手术室门口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我实在想不到，我明明放弃了原本的剧情走向，为什么事情却变得更糟了？我又害了江婉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招惹江婉的。如果当时我没招惹她，她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等待她醒来的时间太过煎熬，我待在她的床边，亲力亲为的照顾她1天1夜。好在老天有眼，她醒了过来，怎么还哭着？宝贝，她抬起虚弱的手替我抹掉眼泪。没办法，碰上她以后就是这么爱哭，就是这么没出息。别哭了，要是让别人看见宋氏集团的总裁是个哭包，多丢你面子呀！看着他调笑的模样，我有点生气。你还笑？谁让你逞能的？他手里拿着刀，你扑上去干嘛？找死吗？他叹了一口气，深邃的眼眸中皆是爱意。宋生，我说过的，没有你我会疯的。当时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会和你一同死。宋生，我爱你啊！他的眼神认真无比，我不自然的撇过头。我知道了，我也爱你。你爱谁？爱你啊，江婉。我爱你，江婉。就这样，当我老爹知道我为了在医院照顾一个男人，将手头的工作全推给他，他气得发疯了，直接杀来医院。再然后，他知道这男人救了他儿子的命，差点就给他跪下来，更是扬言绝对不阻止我俩恋爱。而徐延礼因为绑架和杀人未遂，数罪并罚，被判了无期徒刑。他在警局，在法庭，一直嚷嚷着要见我一面，但是我拒绝了，我觉得恶心。他下辈子就好好在牢里度过吧。